球 Online 現在開始，請選擇你的初始英雄。地球 Online 遊戲降臨藍星，各國選手將選取一個初始生物進行觀測，只要觀測的生物能夠存活到下一代，相應的國家將會得到國運獎勵。於是，為了能在這萬族林立的遊戲中脫穎而出，各國的選手們都選擇擁抱數值與機制。然而，我卻不按常理，果斷選擇了一個只會拿着石頭亂蹦的生物。只因穿越而來的我發現這個世界的觀點幾乎都是神創論，沒人相信人是由猿類進化而來。於是我決定用完整的進化論知識讓他們知道誰才是大自然真正的王者。此時剛進入遊戲的我看着版本前瞻，上一個版本中稱霸陸地的是一種巨獸，他們靠着絕對的力量壓制了所有生物。然而一顆巨大的隕石從天而降，不可一世的恐龍王朝就此覆滅。隕石撞擊大陸後的數萬年時間，整個世界都是一幅末日般的景象。就在這時，半空突然彈出一塊巨型光幕，地球 Online 各國觀測者選拔3分鐘後正式開啟，新版本時間線快進至史前440萬年。祝各國在全新版本裡玩得盡興，满載而歸。很快，各國觀測員大名單全在天幕上亮了出來，而龍國文明觀測員卻選中了鏡頭一轉，龍國帝都地球 Online 專項研究基地的實驗室，所有人嚇得停下手裡的活，死死盯着屏幕上的名单。研究組長兼醫學界泰斗秦老更是眼前一黑，差點背過氣去。下一秒，你的個人檔案就被拍在秦老桌上。彻頭徹尾的學渣，超級無敵戀愛腦，被前女友踹了以後徹底爛泥扶不上牆。秦老两腿發軟，癱在椅子上。這他媽純純的地獄開局啊！與此同時，你直接被吸進一個特殊空間，四周黑漆漆一片，啥也沒有。緊接着，頭頂的天幕再次刷新。尊敬的文明觀測者，地球 Online 全新大版本現已上線，新地圖、新玩法都在等待各位解鎖。選出你所認為最有可能成為世界霸主的種，並進行觀測。觀測者可以在關鍵節點出手干預，以此改變該物種的歷史進程，甚至是進化模型。但有一條鐵，干預程度必須在有限範圍之內，且次數不超過3次。提示音剛落，你就被丟進一片滿是泡沫的虛無地帶。下一秒，你直接抽出10組地緣的面板卡牌。一組清晰的6維信息圖拍在眼前，毫無懸念，這10組地緣的各項屬性全爛到墊底，但只有你清楚。等這玩意兒騰出雙手後到底有多變態，你眼皮都不眨一下，直接傳送工匠10組地緣老巢。剛落地就撞見幾個人正在爭奪劍齒虎的選擇權，你甩過去一個看智障的白眼後快速離開，沒走幾步來到一棵參天大樹下，猛地抬頭，一只矮小的猿猴躲在茂盛的枝葉中四處觀察，冰冷的機械音瞬間響徹全場。龍國觀測員鎖定目標10組地緣。與此同時，專項研究小組看清你的騷操作後，全體石化當場裂開，死死盯着直播間畫面。瘋了吧，這絕對是瘋了！堂堂龍國官方觀測員，滿屏的滿級神獸看都不看一眼，非得挑個戰5密的弱雞去觀測，這小子到底想幹嘛？活夠了要拉着全人類陪葬嗎？順着這個可怕的念頭，秦老腦子裡瞬間彈出了你被前女友狠甩的黑歷史，當場拍板，這小子絕對受刺激瘋了，妥妥的報復性反社會人格。半小時後，你再次被彈回虛擬空間，而各個國家玩家也都已選擇完畢，眼前立刻彈出地球 Online 的實時監控牆，屏幕上放的全是被選中物種的吃喝拉撒。作為一名合格的觀測員，日常工作就是干看着，只有在必要時刻才會使用自己的3次干預機會。很快鏡頭便鎖死在那只獸猴身上，他這會兒正苟在樹幹中間，目光警惕地看着四周。這只猿猴在這片樹林裡已經生活了很長的時間了，附近的果子早被啃得一乾二淨，餓得前胸貼後背，快把小猴子逼瘋了。那股子求生的意志開始驅使着小猿猴做出一項靈長類動物從未做過的事情，他2手死死掐住一根樹杈，身子往下一沉，整只猴掛在了半空。這反常的舉動立刻引來隔壁樹上猿猴的圍觀，緊接着小猴子手一鬆，吧唧一下砸在泥地上。但很快，恐懼再度如同潮水般襲來，那股求生的本能驅使着他行動。他4腳着地，緊貼着地面拼命逃跑，跑着跑着發現前肢實在太礙事，索性直接放棄雙手當腿用，一直彎着的後背一點點往起拉，瘦弱的後腿使出吃奶的勁兒朝前猛跨，他的身板越挺越直，竟硬生生從爬行跳躍切換成了雙腿直立。沒過多久，在求生意識的推動下，猴群全跟着站起來狂奔。猿猴這一族算是徹底解放了雙手，原始地緣終於迎來了他史詩級的瘋狂進化。可令你沒想到的是，巨大的聲響也引來了頂級殺手劍齒虎的注意。只見劍齒虎慢慢壓低身子，突然向前撲倒一只往前跑的猿猴，雙方立馬扭打在一起，猿猴那小身板直接被摁死在地上。剑齒虎張開血盆大口，彎刀一樣的劍齒狠狠扎進猿猴脖子。過了10幾秒，猿猴徹底動彈不得，然後被劍齒虎叼着慢慢走遠。周圍的猿猴全嚇壞了，加快腳步往遠處樹林跑。高磅國的專屬直播間裡，無數彈幕瘋狂刷屏，感謝龍國送來美餐一頓。看見劍齒虎的強大了嗎？一群只會躲在樹上的猴子根本沒法反抗，你根本不知道外界的嘲諷。面對剛才那只地緣被獵殺的場面，你依舊很平靜。作為文明觀測者，你只在意整個族群的生存繁衍。20-30只猿猴已損失了一只，為代價跑到新森林中，這裡的樹上掛滿了果，夠他們飽餐一頓。此時一棵樹枝上，剛才那只小猿猴坐在枝幹間，他突然抬起腦袋，空洞的目光望向天空，漆黑的瞳孔倒映着璀璨的星河，他好像呆住了，就那麼盯着看。地球 Online 專項研究小組裡，一群研究員正看着天幕畫面，一個研究員不耐煩地說：天幕給了特寫，應該是林默在主動觀
觀察這隻猿猴，那有什麼用啊？但你仍然饒有興致地看着這一幕，你想起前世讀到過的一句話：當第一隻猿猴抬頭仰望星河的時候，人類對宇宙的探索就已經完成了80%，這是偉大的一刻。所以你在主動觀測，主動記錄，手裡攥着的記錄本上寫滿了你此刻內心的震撼。天幕畫面再次加速，整個地球 online 的游戲进程像紀錄片一樣。此時天幕畫面定格在一只母地猿身上，它的肚子已經大了起来。只見母猿猴在分娩時特別痛苦，只能本能的哀嚎慘叫。幸運的是附近沒有大型猛獸活動。地球 online 專項研究小組裡，秦老輕扶了一下鼻梁上的老花鏡。在我们世界觀裡，真正的直立行走只有人類能做到。大猩猩、猴子這些動物雖然也能站起來，但大多數時候還得靠雙手輔助平衡。而從地猿第一次行走到逐漸熟練的過程中，換句話說，地猿掌握了我們人類獨有的特性。秦老的結論讓在場所有研究員猛地倒吸一口涼氣。另一邊，森林裡的母猿猴順利生完了，但剛出生的小猿猴連眼睛都睜不開，因為還沒發育完全，四肢又短又沒勁，毛髮也稀稀疏疏，正躺在母猿產前找來的一片大荷葉上，像毛毛蟲一樣輕輕蠕動，同時發出低低的叫聲。這是小猿猴傳遞信息的唯一方式。母猿猴慢慢撐起身子，把小猿猴抱在懷裡，它不自覺地環顧四周，最後把目光定在一只體型比較壯實的雄性地猿身上。雄性地猿好像意識到了什麼，在一個茂密的草叢裡，它翻出不久前藏在這裡的2顆野果，然後抱着野果朝母猿猴靠近。母猿猴盯着雄性地猿靠近，雄性地猿把2顆野果遞給他，然後發出一些意義不明的聲音，像是在交流，也像是在傳達什麼信息。母猿猴懂了，他開始拼命剥野果的皮，瘋狂往嘴裡塞。出乎意料的是，雄性猿猴並沒有因為食物被吃掉而表現出抗拒，他就那麼看着，時不時歪歪腦袋，好像在觀察，但眼神裡有一種情緒在湧動。此刻的地猿大腦已經有一定程度的擴大，從橙子大小變成了葡萄柚那麼大，腦容量激增帶來了更高的智慧，讓他意識到眼前這個小家伙跟自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自己的後代。隨着時間推移，他開始試着照顧母猿和幼崽，肚子餓了就去找食物。此時的地猿們已經有了合作的趨勢，家庭觀念開始普及，他們3、3、2、2結伴出去找食物，這種轉變是巨大的。就連隔壁高蚌國那邊也逐漸發現不對勁。高蚌國觀測的是當今地表最強掠食者短劍剑齒虎，而剑齒虎最喜歡捕食的就是始祖地猿，這也讓那邊的蚌子們經常歡呼雀躍。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漸漸發現捕食地猿的難度莫名變高了。以前3天2頭就能抓到一隻，現在地猿們隔着老遠就能提前發現危險，然後逃跑。高蚌國的地球 online 研究小組裡，研究組長正和金泰勳視頻通話。要想滅絕始祖地猿，憑劍齒虎本身的強度完全沒問題。現在關鍵就是那幫猴子特別會躲，所以我們不如干預劍齒虎的生活環境，把劍齒虎遷移到地猿的活動區域。我們觀察過了，劍齒虎是介於獨居和群居之間的動物。面對這種習性，我們只要改變環境，促使大量劍齒虎往一個地方聚集，就能讓劍齒虎的習性變成群居。有了具體思路後，金泰勳這邊開始主動干涉。在被觀測物種的生活習性這一欄，金泰勳將目標直指地猿現在的棲息地。顷刻間，整個大陸上的短劍劍齒虎都開始不約而同往同一個方向遷移。高蚌國的天幕上出現一張大陸地圖，密密麻麻的紅點朝着一個方向前進，粗略估計起碼有好幾萬隻。高蚌國的主動干涉非常有效，沒過多久就能明顯察覺到始祖地猿生活的地區，短劍劍齒虎的數量急劇增長。在這樣的圍剿下，地猿仿佛又回到了生態圈底層的日子，只要出門覓食就很可能碰上劍齒虎，能活着回來的幾率小得可憐。沒了穩定的食物來源，剛剛開始壯大的始祖地猿再一次面臨滅絕危機。龍國地球 online 研究小組裡，秦老急得不行。林默應該也察覺到短劍劍齒虎越來越多了吧？這明擺着就是一場針對。既然如此，他怎麼還不使用主動干預權呢？而在虛擬空間中的你早就有了計劃，3次主動干預，每一次都得用在關鍵處。目前第一次，你打算讓地猿們解鎖投擲技能，隨即你調出始祖地猿的相關資料，點擊了干涉按鈕，左下角一個場外援助的按鈕正冒着綠光，但你沒有選它的打算。或許外面的專家們已經有了很多關於地猿的數據分析，但你相信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比你更了解始祖地猿。在史前時代，要問誰才是真正的霸主，毫無疑問就是被戲稱為恐怖直立猿的人類祖先，而他們立足於世界之巔的真正底牌，就是幾個堪稱開掛一樣的技能，直立行走和投擲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而要解鎖投擲技能，最關鍵的就是修改地猿的身體數据。你調出地猿的身體詳細數據圖，靈長類的肩膀幾乎都是鎖死的，又短又沒力。現在你要把它的鎖骨拉長，增加肩寬，這樣一來，地猿的肩膀就無限接近人類的直角肩。接着把肩膀下移，調整肩關節的開合角度，讓角度更大，然後加強肩關節周圍的肌肉，擴大肌腱韌帶。這樣一來，鎖骨變寬，肩膀下沉，開合角度擴大，肌腱韌帶強勁，再搭配獨有的 S 型脊椎，這張巨大的生物彈弓就徹底成型了。經過這樣一套改造，再配上堅硬的石頭，幾乎可以說沒有哪個碳基生物扛得住。你滿意的看着自己的傑作。對於整個地猿來說，這一次改動將足以改變整個族群的命運。伴隨着林默主動干涉的結束，他所修改的地猿身體數據迅速同步到了整個地猿族群之中，每一只地猿的身體都開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就像是幾十萬年的進化時間被急速縮短到了數分鐘之內。他們的肩膀開始變寬，鎖骨被拉長，肩膀後部的肌肉隆起，整個身形看起來似乎都更加魁梧了幾分。這種變化雖然明顯，但卻沒能對地猿們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響，因為此刻的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身體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也沒有想過一個堪稱的級別的生物外掛已經在他們的身上安裝完畢。地猿們仍然過着如同往常一樣的生活，
因為最近這片區域內劍齒虎的數量激增，導致地緣們外出覓食變得十分困難，甚至於生存的地方都受到了威脅。幸好地緣們現如今棲息的地方環境較為複雜，有草原，有叢林，更有高山與小溪，算是處在幾種地貌的交界處。原本地緣們是靠着叢林生存，但短剑剑齒虎的威脅太大，他们不得不朝着山裡躲去。山地的複雜地形能夠有效地阻攔短劍剑齒虎的行動，並且大山裡面還存在着因為地質活動而留下來的天然山洞，待在這裡顯然比待在叢林之中更加安全。此刻，一隻母猿猴正抱着幾個月大的幼崽坐在山洞口，雙眸怔怔地望着遠方，它在等待着伴侶外出尋找食物。自從家庭的概念誕生之後，地緣們已經逐漸習慣了這種生活模式。母猿猴需要餵養後代，因此尋找食物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雄性地緣的肩膀上。此刻天已經漸漸昏暗了下來，距離雄性地緣們離開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將近5、6個小時。放在尋常這麼久的時間早就該回來了，但今天卻連一個影子都沒看見。而隨着天越來越暗淡，外面的世界也會越來越危險，因為地緣們的眼睛根本比不上那些頂級的掠食者，哪怕是在黑暗之中也絲毫不受影響。地緣不行，黑夜降臨就代表着能見度降低，而地緣們现如今賴以生存的本領就是靠着数量多共同合作來提高警惕，看不見四周的情況，那和找死沒什麼區別。母猿猴的智商顯然不足以支撐他萌生擔憂的情緒，更不知道外出的地緣們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情。他此刻只是感受到了飢餓在作祟，現在的他需要食物，懷中的幼崽更需要食物，在這山洞內的其他地緣也同樣需要食物。黃昏時分，橘黃色的光灑落而下，透過茂盛的樹枝縫隙，在土地上映照出了金色的光點。在母猿猴的注視之中，幾道影子率先從視線盡頭出現，因此被拉得很長，看起來搖搖晃晃。是外出的地緣們，一共有6隻，每一隻地緣的懷中都抱着一堆拳頭大的果實。母猿猴從盤坐的姿勢迅速站起，眼神之中透露着興奮的神情，指着遠方發出吼叫。吼叫的聲音迅速吸引了山洞內的其他，一隻又一隻的迅速跑到了山洞口，歡呼了起來。外出的地緣回來了，也代表着今晚的食物有着落，所以他們本能的在興奮，在歡呼。6隻地緣很快來到山洞，將懷抱中的果實堆砌在山洞的一角。這次的收穫很足，飽滿的果實堆滿了角落。看到在場的地緣們歡呼雀躍，但也有敏銳的地緣似乎意識到了什麼，圍繞着歸來的6隻地緣身旁轉悠，然後又跑到山洞口朝外張望過去，如此循環往復，似乎在詢問還有其他的地緣們。因為今天正午時分，外出尋找食物的地緣足足有10幾隻，但現在卻只回來了一半。6隻地緣互相張望，眉頭緊皺在一起，表情帶着恐懼的神色。懼怕是生物的本能，這股情緒也同樣感染了在場的其他地緣。很顯然，外出的地緣遭遇了危機，而這自然是來自於短劍劍齒虎。今天的他們遭遇了成群結隊的劍齒虎，足足6隻短劍劍齒虎對他們發起了襲擊。掠食者來得太快，也太過兇猛，地緣們根本就不是對手。最終好幾隻地緣被當場刺穿了身軀。劍齒虎群得到了充足的食物後，殘餘的地緣才有機會跑回來。那是一場殘酷的捕殺，僥倖逃回來的地緣們都在恐懼。大量集結的短劍劍齒虎的危機就像是一把劍，時刻懸在地緣們的頭上。這一刻的他們甚至已經有了想要逃離此地的衝動。不過智慧低有智慧低的好處，至少此刻的地緣族群們並沒有因為同伴的死亡而感到悲傷，也或許這種情緒已經開始萌芽，但短時間內不會持續太久。生死離別在自然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同伴死了，但剩下的地緣們還需要繼續活着，拼了命的活着。他們不會糾結活着的意義，只會去思考要用什麼來填飽肚子的飢餓。飢腸轆轆的地緣們圍坐在了一起，開始瓜分堆放在角落處沉甸甸的果實。這是一種類似於堅果一樣的果實，個頭很大，但卻有堅硬的外殼，需要剝開才能品嘗到其中的美味。地緣們不是第一次吃這種果實了，很有經驗，抱着果實直接用牙來啃。此刻的地緣有着尖銳的犬齒，用來撕開果實的外殼還是沒問題的，只是這樣會很費勁。很快山洞裡傳來不斷啃食的聲音，其中抱着幼崽的母猿猴只用一隻手，很難使上力氣，咬了半天都咬不開，不由得有些着急了起來。飢餓在催促着他，可到嘴邊的美味卻無法享用。他急得不行，突然眼珠子一轉，看見了地面上的一塊石頭，他似乎想到了什麼，隨即將手中的果實放在地上，然後試探性地撿起了那塊石頭。他高高揚起手臂，然後猛然揮動，果實的堅硬外殼被輕而易舉地打破。母猿猴苦盡甘來，發出興奮的吼叫，然後急不可耐地將美味的果實塞入嘴中咀嚼。他的動作並不算太顯眼，但仍然被幾名同伴注意到。盤坐在對面的地緣看了看自己咬了半天只破開一點縫隙的果實，又看了看母猿猴身前地面上被砸碎的果實，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他呼喚了起來，隨後手指着母猿猴腳邊剛剛用過的石頭。母猿猴低頭看了看，發出吼叫。對面的地緣連忙點頭，隨後將手上的果實也放在了地上。母猿猴明白了，撿起那塊石頭，準備如同往常經常做的那樣將石頭拋給對面。但這一次不同的是，母猿猴的肩膀幅度打開的特別大，母猿猴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隨後用力將石頭丟給了對面的地緣。石頭結結實實地砸在了對面地緣的腦門上。母猿猴用了80%的力氣，因為平常他們想要拋出物體都需要用很大的力道才行，但現如今卻完全不同了。身體結構的改變讓他拋出去的石塊威力成倍的增加，就這一下直接給對面盤坐着的地緣砸了個四腳朝天。巨大的動靜立即吸引到了其他地緣的注意。母猿猴也有點懵，他晃動了一下腦袋，似乎沒搞清楚發生了什麼。被砸到的地云正抱着腦袋在地上來回翻滾，因為很疼，特別疼，他能夠明顯的用手摸到腦袋上起了一個很大的包，一碰到就發出刺骨的疼痛，那種痛苦讓他忍不住在嚎叫。其他地缘都圍繞了過來，一個個的眼神之中都帶着迷糊，思考着這哥們在發什麼瘋。直到好半晌，被砸到的地缘才緩過勁來，喳喳嗚嗚的坐起身。他摸着腦袋上的大包，目光卻定格在了那塊石頭上。他將其撿起來，左看看右看看，似乎完全搞不懂，就這麼個小玩意怎麼會讓自己這麼疼，但看半天也看不明白。
突然他做出了一個決定，攥緊那塊石頭，轉身就朝着一個身形較為魁梧的地緣丟了過去。又是一陣清脆的響聲，然後迅速伴隨着淒厲的慘叫，身形魁梧的地緣同樣倒在了地上，雙手抱着腦袋哀嚎。這隻地緣似乎發現了什麼新大陸一般，眼神看向了地上散落的其他石頭，他似乎想要試一試，究竟是一塊石頭才能做到如此大的威力嗎？還是所有石頭都能做到？於是這隻地緣一顆又一顆的撿起了地上的許多石頭抱在懷裡，靈動的雙眼四處張望，然後鎖定在了山洞內的其他地緣身上。咻啪，一隻队員倒地，咻啪，又是一隻倒地。他似乎發現了什麼不得了的事情，整個人顯得更加興奮。他抱着一堆石頭，一個一個的对着同伴丟了出去，看着同伴一個又一個的倒地，他興奮到跳腳，然後下一刻就被同伴撲倒，臉上結結實實的挨上了一巴掌。這是一隻較為年長的地緣猴，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打算給他一點教訓。緊接着，被砸的地緣們也迅速的爬起身來，氣憤填膺的看着被撲倒的罪魁禍首，然後一窩蜂的撲了上來，拳腳巴掌甚至是嘶吼。很顯然，被砸的地緣們都憤怒，但罪魁禍首此刻卻在拼命的掙扎。好不容易脫身後，他立即手舞足蹈了起来，先是对着其他地緣瘋狂擺手，然後指着地上的石塊，手比出了投掷的姿勢。在這樣一番生動的演繹之下，其他地緣似乎漸漸意識到了什麼，紛紛將目光投向了那不起眼的石塊之上。有好奇心重的地緣將其撿起來，試探性的投擲，一下子石塊飛出了很遠很遠。地緣們相互對視，似乎都對此感到驚訝不已。隨後，更多的地緣們開始試驗了起來，平平無奇的石頭落在他們的手中，仿佛成為了致命的殺傷性武器，對着樹幹砸去，甚至能將粗壯結實的樹幹砸破皮。那只體態最為魁梧的地緣更是誇張，用盡全力之後，甚至能將石塊丟出幾十米開外。看着這一幕的地緣們都驚訝地發出怪叫。這一刻的他們真正的意識到了自己似乎有了一種很厲害的能力。於是地緣们開始收集附近的石塊，小的、中型的、大型的都有，最大的甚至有籃球那麼大。只是他們發現太小的丟出去殺傷力似乎不強，而太大的又丟不出太遠，只有那些個頭中的大約手掌大小的石頭丟出去威力最大。這項發现讓所有的猿猴都激動不已，他們都迫不及待地自己上手，感受着這突然冒出來的頂級技能，以至於外面天都已經徹底黑了，仍然沒有停下來的打算。他們太激動了，但夜黑之後，整個山林都變得十分安靜，也因此吵鬧的地緣們就變得無比顯眼。同一時間，高棒國的專屬直播間內，金泰勳的視角定格在3隻黑夜裡還在尋找食物的短劍劍齒虎上。最近劍齒虎聚集的越來越多，免不了了有許多劍齒虎開始面臨食物的難題。本來捕食就是靠運氣的事情，現在競爭多了，自然有劍齒虎餓着肚子。太餓了怎麼辦？當然是繼續尋找食物了。也幸虧黑夜對短劍劍齒虎的影響不大，因此直到天完全黑下來，仍然有剑齒虎在行動。此刻的3隻短劍剑齒虎就已經摸到了山林之中，外面的競爭太大了，他們不得已進入山林內看看有沒有機會。這一進來，很快就被喧鬧的聲音吸引了。直播間內原本稀疏的彈幕一下子多了起來。我沒聽錯吧？大半夜的還有動物在吼叫。樓上的你沒聽錯，確實有，而且這聲音很像龍國觀測的那群傻猴子。我剛剛去看了一下龍國專屬直播間，你們還真沒猜錯，那幫傻猴子現在正抱着一堆石頭傻叫呢。哈哈，果然傻猴子就是傻猴子，本身就弱的不行，大半夜的不好好躲着，還敢發出這麼明顯的怪叫，這是在找死啊！沒看見我們的劍齒虎已經注意到了嗎？天幕畫面之中，3隻盤旋在附近的短劍劍齒虎的確注意到了不遠處漆黑山洞之中傳來的怪叫聲，那聲音十分明顯，讓短劍劍齒虎都一個機靈，幾乎就是在一瞬間掠食者的基因被激活。3隻短劍剑齒虎如同訓練有素的軍人一樣，迅速壓低了龐大的身形，隨後悄悄摸摸地朝着山洞的方向靠了過去。黑夜對於掠食者來說是最好的保護色。只見3隻短劍劍齒虎不約而同地爬伏着，身形一點一點地朝着發出響動的山洞去，整個過程堪稱悄無聲息。高棒國的專屬直播間內，彈幕充斥着難以言喻的興奮。剛剛從龍國專屬直播間裡回來，這山洞裡面起碼有幾十隻猿猴棲息在這裡，我們的劍齒虎總算可以飽餐一頓。只是可惜只有3隻短劍劍齒虎進入了山裡，如果多一些的話，說不定就能將這群猿猴徹底滅絕了。直播間內高棒國的觀眾們都十分興奮，以至於3隻劍齒虎是否打得過幾十隻猿猴這種事情，根本就沒有人會去擔憂。不僅僅高棒國是如此，就連龍國直播間內的觀眾們也同樣如此。沒辦法，劍齒虎的威懾力還是太強了。觀眾們不止一次的看見過地緣被劍齒虎屠戮的畫面，就算是成群出行的地緣遭遇哪怕一隻劍齒虎的捕殺，也只有逃跑。力量、速度、爆發性、攻擊力各方面相差都太大。面對這種位於生態位頂端的頂級獵手，再多的地緣也是白打，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同伴殒命，而不敢有半點反抗的舉动。地緣本身就是弱小懦弱的，這樣的性格早已經深入人心。此刻面對3隻劍齒虎的突襲，山洞裡的地緣究竟能逃出去多少？這才是龍國觀眾們擔心的事情。天幕畫面之中，3隻劍齒虎已經摸到了山洞口附近，漆黑的山洞內傳來的響聲似乎少了許多，仿佛是有猿猴意識到了黑夜不能太過張揚一樣。但一切都已經為時已晚了，掠食者已經來到了門口，走在最前方的短劍劍齒虎鼻頭微微聳動，似乎是在嗅着空氣之中的氣息，氣息之中能帶來許多信息。這也讓短剑剑齒虎確定了山洞內地緣的數量並不少。狰狞的嘴角已經開始有液體淌出，他已經餓了許久了，甚至已經開始有些迫不及待了。他迅速靠近，寬大的爪子跨過了山洞口的分界線。就在他即將發起冲锋的那一瞬間，突然一顆石塊不知道從哪裡飛了過來，
砸在了他的身旁的山壁上。這突如其來的動靜讓剛剛蓄勢待發的劍齒虎都嚇了一跳，他整個腦袋猛地朝着身側看去，一顆石頭滾落在他的腳邊。只見他整個身子猛地退後了2步，對着那塊平平無奇的石塊發出了吼叫。但隨着這聲吼叫之後，山洞內的動靜瞬間消失了。很顯然，裡面的猿猴也聽見了來自於劍齒虎的怒吼。對於這種聲音，他們太熟悉了，熟悉到死都不會忘記這種吼叫，那是源自基因深處的恐懼。短劍劍齒虎幾乎可以說是地猿的天敵，每一只地雲的眼眸都驚恐地望向洞口處。此刻3只劍齒虎站在山洞口處，將整個山洞口都給徹底堵死。面對這樣的情況，弱小的地猿們更像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幾十只一同蜷縮在山洞的最裡面，背靠着岩壁。洞口的一只劍齒虎發出低吼，再度壓低身子，他們的前肢肌肉鼓起，腳步猛地用力，宛如離弦之箭一般爆衝了出去。但就在這關鍵時刻，山洞裡的2只地猿產生了與眾不同的想法。第一個發現可以將石頭拋出去的猿猴，此刻手裡正死死地攥緊着一塊拳頭大小的石頭。此刻的他站在猿猴群最外圍的地方，攥着石頭的手越來越用力，甚至用力到發顫。他看見3只短剑剑齒虎狂奔了起來，那速度快到拉出了道道殘影，心臟在這一刻瘋狂地跳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死死攥緊着石頭的猿猴已經聽不見任何聲音了，他不知道為何張開了嘴巴，發出了一道更加嘹亮的吼叫。就在這一瞬間，力氣重新回歸身軀，那道歇斯底里的吼叫似乎驅散了那源自基因深處的恐懼。那塊石頭被他高高揚起，他站起了身子，腰部最大程度的扭曲，手臂拉到最長，整個身子仿佛一張繃緊的長弓，手中的石塊成為了勢如破竹的箭矢，石塊被他用盡全力地丟了出去。轉瞬間之間，衝得最快的短劍劍齒虎已經距離猿猴們不足10米，如此近的距離，劍齒虎根本避無可避，甚至於根本就沒有看清楚有什麼東西飛了過來，因為那塊石頭的初始速度太快，直接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腦門之上。衝得最快的剑齒虎身軀猛地戛然而止，腦袋都被砸偏了頭，身軀也隨之倒在了地上。稍稍落後2個身位的另外2只劍齒虎也注意到了前方的動靜，他們眼睜睜地看着衝得最快的同伴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一瞬間，位於頂端的掠食者也嗅到危險的氣息，猛地剎住了身子，驚疑不定地看向了倒地的那只劍齒虎。他似乎正在嘗試着爬起，可頭顱遭受的重擊讓他的意識都有片刻的模糊。他好不容易翻轉了身體，趴在了地上，努力地左右搖晃着腦，可是越搖晃越昏。那顆拳頭大小的石頭已經擊破了劍齒虎的頭部，雖然沒有打穿，但仍然留下了縫隙。這種難以言喻的疼痛讓那只劍齒虎發出了哀鳴，恐懼彌漫全身。其餘的2只也不敢輕舉妄動，而是圍繞着被砸到的那一只劍齒虎的身旁轉悠。而地猿這邊，剛剛丟出石塊的猿猴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他死死地盯着被砸到的劍齒虎。這一幕與之前砸同伴的時候何其相似，看着昔日的天敵此刻就倒在自己的面前處低吼，他已經意識到這是自己幹的。原來自己也能讓那些強大的掠食者低下頭颅，原來那將自己嚇得瑟瑟發抖的家伙們也會趴在地上發出哀鳴。猿猴的思想不足以支撐他思考那麼多，但這種意識卻已經開始萌芽。對劍齒虎恐懼的情緒逐漸開始消退，因為他已經用事實證明了恐懼並非不可戰勝。他對着身後那些蜷縮着身子的同伴們發出了第2次的吼叫。同伴們抬起眼睛，看他拿着石塊來回晃動，口中傳出的吼叫卻是那樣的有力，就像是剛剛鼓勵自己一樣。同伴們也看見了前方趴在地上發出哀嚎的那只剑齒虎，以及他身後另外2只驚疑不定的劍齒虎。3只頂級掠食者卻因為一塊石頭止住了腳。原來石頭有這麼大的力量。攥緊着石頭的猿猴再度拉開了架勢，然後猛地將石頭丟了出去，速度很快。這一次石頭砸中了地上趴着的那只剑齒虎的後腿，兇猛的剑齒虎張開狰狞大腿，發出又一聲的哀嚎。另外2只劍齒虎更加蒙圈了，直接退後了好幾步。他們看見了被拋出來的石頭，可卻完全無法理解這究竟是怎麼做到的。這個世界上怎麼可能有生物能隔着10幾米的距離造成傷害？根本就不符合常理。可猿猴的第2次投掷就像是教學一樣，給那些蜷縮在角落的幾十只猿猴做了一個示範。原來將石頭丟出去就能讓這些猛獸退去，恐懼隨着劍齒虎的退讓而逐漸消退。每一只猿猴似乎都意識到了什麼，他們紛紛曾將目光投向地面。黑暗中，超過半數的猿猴都抓起了石頭，躍躍欲試，一雙双眼睛齐齊投向了3只剑齒虎的身上。剑齒虎也察覺到了注视被這麼多雙眼睛注視着，從前的兇猛似乎再也不管用了，從此刻開始攻守一行了。漆黑的山洞之內能見度很低，這對於能夠夜視的剑齒虎而言並不算什麼問題。山洞体也不大，甚至有些狹小，從山洞口到內部也就只有直線20-30米的距離。這點距離劍齒虎只需要一個助跑就能輕鬆跨過。山洞的寬度甚至不足5米，3只體型龐大的劍齒虎足以將整個洞口徹底封鎖。從這些角度來看，蜷縮在山洞內的地猿們就像是自助餐，劍齒虎只需要上前張開大嘴就能大快朵，一切都沒有任何問題。可事實的發展卻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自從那塊不起眼的石頭擊倒了衝在最前方的劍齒虎後，高磅博專屬直播間內滿屏的嘲諷話語戛然而止，整個直播間竟只有天幕的畫面仍然在繼續播放。而同一時間，龍國的專屬直播間內卻是掌聲如雷，就連龍國人自己也沒有想到，一場危險至極的族群滅亡危機竟然會以如此令人意外的方式解除危機。龍國地球 online 專項研究小組內此刻也是鴉雀無聲，在場的研究人員們互相對視，眼中都帶着不可思議。一名研究人員抹了一把額頭上的虛汗，刚刚他都以為一切就要完了，這可是關係到龍國國運的事情。秦老從剛剛開始就一直在沉默，那眉頭死死地皺起，似乎是在思考着什麼。
作為地球 Online 專項研究小組的組長，他負責分析遊戲內的物種已經經歷了好幾個版本，各種強大的猛獸也不是沒看過。恐龍時代巨獸的身姿直到此刻仍然歷歷在目，但所有的一切都不及今天見到的這一幕所帶來的震撼。所以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並且開始仔細分析了一番。直到此刻，他總算是搞懂了作為文明觀測員的林默在干預階段究竟幹了什麼事情。那時候林默拒絕場外援助，甚至將秦老氣得破口大罵，一度覺得林默就是來搗亂的。但剛剛的那一幕卻印證了林默的證據。我們都小看了這位新的文明觀測員啊！秦老想通了一切後輕嘆了一口氣，隨後指着天怒道：之前林默對地緣進行了主动干預，然後地缘便學會了丢石头的技能。看似普通的丢石頭這麼一件小事情，事實上卻是一次堪稱開掛般的改動。我們都認為丟一塊石頭而言，對於大型猛獸而言根本起不到什麼作用。但這個觀念的本質，是因為我們站在了人類的角度上去思考問題。就像人不可能拿着一塊石頭就去硬刚獅子、老虎一樣，能不能造成傷害另說，但我們自己很大可能會受傷。可因為我們是人，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思想。我們思考了從始至終都是無傷解決戰鬥，所以我們不會用石頭去攻擊猛獸，因為我們有無數種更為安全的攻擊方式，例如槍械等。也因此下意識地認為這種小事情不可能對大型猛獸有效。可若是站在獸的角度去看待呢？秦老一句話瞬間點醒了在場的所有人。一名女性研究人員沉默了片刻之後發出驚呼：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那的確有些恐怖。自地球 Online 運行開始，縱觀其中所出現的任何生物，包括統治了地球 Online 3個版本的恐龍類的巨獸，他們想要攻擊都只能靠着近身肉搏來取勝。也因此，體型是否龐大，力量是否強大，獠牙是否鋒利，利爪是否尖銳，便成為了決定勝負的關鍵。可在這種世界觀下，如果有群能遠程進攻的對手，那上述的一切優勢便瞬間蕩然無存了。因為我根本犯不着和你近身肉搏，你利爪再怎麼鋒利，碰不到我的話，一切都是空談。秦老贊同的點了點頭。所以我說，我們都小看了林默，我們的思想落後了，我們都在思考如何在已有的條件下爭取到更大的優勢。但楊晨卻另闢蹊徑，利用干涉規則走出了另一條道路，甚至實現了彎道超車。他不選擇場外援助是對的，我們的思路錯，對於他而言只會干擾他的想法。這一刻的秦老顯得很坦然，儘管之前他還狠狠痛罵過林默，或許林默真的有辦法能夠取得勝利。天幕畫面之中，對於此刻入侵山洞的3只短劍劍齒虎而言，狹小的山洞原本應該是有利於自己的地形，可此刻隨着幾十只猿猴同時撿起了石塊，大局被徹底逆轉了。剑齒虎能夠明顯的感覺到危機就在這山洞之內，到處都是危機，不知道從哪裡來，也不知道該怎麼躲避。以往的狩獵經驗之中，從來都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局面，所以劍齒虎也不敢輕舉妄動。只是那優異的視線天賦，卻讓他們親眼看見了那群猿猴們舉起了手中的石頭，將石塊如同雨點一般打過來。這一瞬間，3只短劍劍齒虎的天都塌了。那些石塊的運動軌跡太快，雙方距離又太近，只是一瞬間，他們便感覺到了渾身上下都遭遇到了襲擊。那些石頭又快又沉，打在血肉之上就是一個大包，皮膚也會變得淤青，打在腦袋等脆弱部位更是會造成致命的暈厥。劍齒虎在咆哮翻動身體，可猿猴們的石塊一波接着一波，劍齒虎發現無論怎麼翻動，身上都會遭到新的攻擊。這種感覺仿佛只身陷入了無數具獵狗群的襲擊之中，顧頭就顧不了尾。縱然他們的力氣在打在兇猛，可根本碰不到獵物，那一切就都沒有意義。此時3只劍齒虎都產生了同樣的念頭，趕緊跑。只是最開始衝得最快的那只劍齒虎因為腦部受到了重擊，本就出現了暈厥的狀態，緊接着腿部關節處也遭到了石塊的襲擊，讓他一時半會根本站不起來。其餘的2只好歹還能動彈，在密集的石頭與來臨之際還能閃轉騰挪，雖然沒躲開，但至少在本能的驅使下也能保護到關鍵的頭部部位，用背部或者身子來承受傷害。此時後面2只見情況不對，轉身就朝着洞外跑去，而趴在地上的劍齒虎卻無路可逃，於是更加兇猛的石頭雨朝着他一直而來，他的身體被砸得鮮血橫流，腦袋拼盡全力的縮着，可仍然被砸得眼冒金星。一直到猿猴們從地面再也找不到合適的石頭之後，這場血腥的圍毆才總算結束。劍齒虎還沒有死，但卻也差不了太多，整個身軀倒在血泊與石塊之中，奄奄一息，嘴裡發出嗚咽的聲音，虛弱無比。最開始丟出石頭的地緣，在身後猿猴們的推舉之下緩緩走了出來，小心翼翼地走到地上那只劍齒虎的身前，左看看右看看，直到確定面前的龐然大物再也沒有了反抗能力之後，他發出了吼叫，像是在告訴同伴們徹底安全了。於是更多的猿猴圍繞了上來，其中長得最為壯實，那只猿猴還搬來了一塊籃球大小的石頭。一開始找來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這種石頭太重，沒什麼用，可此刻卻派上了大用場。體型壯實的猿猴將大石塊高高舉過頭頂，伴隨着呼嘯聲猛然落下，劍齒虎徹底失去了所有生機。周圍的猿猴們開心的手舞足蹈，這是在表達着一些基礎的情緒，那就是興奮。以往從來都是地雲被劍齒虎捕食的粉，誰也沒想到，曾經不可一世的短劍劍齒虎現在就躺在他們的面前。那龐大的体型仍然有多處傷口還冒着鮮血，可被砸破的皮毛之間露出來的紅色血肉，卻吸引了猿猴們的注意。有的地猿甚至吞咽了一口唾沫，他們似乎意識到面前的劍齒虎或許是可以吃的。事實上，在現階段，地猿們的食譜上是不存在大型獵物，他們能吃的東西大多數都是一些樹上的野果。地猿們的眼神逐漸興奮，他們也需要蛋白質。這種念頭一旦萌生，便很難消退。於是又是那只投出了第一塊石頭的猿猴被推舉了出來。其他的同伴們似乎更加相信他，因為在生死的危機之中，他是第一個站出来了，也因此他獲得了所有猿猴的尊敬，就像狼王一樣。這一刻，他成為了地猿的王。雖然在地猿的概念之中沒有王的概念，但同伴們更相信他，而他也不負众望，直接盤坐在了那只剑齒虎的屍體旁，伸出手抓着破損的皮肉猛地撕開，然後將肉放入了嘴中開始咀嚼。肉的味道雖然很難嚼，但卻比之前吃過的任何野果蟲子都要美味無
無數遍，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立即開始招呼同伴們一同享用眼前的美味大餐。這一晚，掠食者成為了食物，地緣們第一次品嘗到了肉類的美味，這是他們第一次吃肉。作為文明觀測者的林默將這一幕記錄了下來，寫在了自己的觀測記錄之上。從吃野果到吃肉的過程，就像是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一樣。從此以後，地緣們的食譜上將會多出肉類這一項。他們明白了肉類的美味，自然會去特別追求，於是肉會逐漸成為地緣們的常規食物。肉類所富含的更加豐富的能量，也將催動一個更加恐怖的外掛不斷發育，而這個外掛叫做大腦。此時，高磅國直播間內有人大聲抗議，這絕對是作弊，生物只能用連在身體上的爪牙進行攻擊，這幫傻猴子怎麼辦到？可惡，那群傻猴子竟然還敢品嘗劍齒虎的肉，他們怎麼敢呢？劍齒虎可是這幫家伙的天敵啊！我受不了了，我們的剑齒虎怎麼還不集結過來？只需要幾百只劍齒虎一起衝上去，就能將這群猿猴徹底撕成碎肉啊！天幕畫面之中，地緣們正在享受着那只剑齒虎的肉，肉類的味道讓每一只地緣吃得無比滿足。可這一幕對於高磅國的觀眾而言，無異於火上澆油。幾乎一瞬間，整個高磅國專屬直播間內便有大量龍國人湧入了進來。這不是劍齒虎老哥嗎？這才多久不見，怎麼躺地上涼快起來？我们地緣的山洞裡不讓睡覺，看地緣們吃的那叫一個香啊，搞得我都饞了。也不知道這劍齒虎到底是個什麼味道。與此同時，高磅國的地球 online 研究小組內，一場激烈的爭論正在繼續。研究組長緊皺着眉頭，那幫猿猴們肯定也同樣被主動干涉。只是龍國的文明觀測者究竟是怎麼做的？我們能復刻嗎？如果地緣們都能丟石頭的話，那劍齒虎是否也有可能通過主動干涉來達到同樣的效果？一眾研究人員們互相對視了一眼，隨後便是唉聲嘆氣。很顯然這不可能。一名研究人員無奈的開口，以劍齒虎的基礎，想要解鎖投掷技能幾乎就是天方夜譚，完完全全的兩條道路。如果貿然進行更改的話，先不說能不能達到地緣的效果，就這麼因為一個有點作用的技能而動了劍齒虎的身體數據，指不定會出現什麼差錯。經過仔細思考過後，高磅國的研究組長也不免搖了搖頭，既然沒有這個可能，那就不考慮了。隨後組長說道，這一次劍齒虎會輸，很大原因是出在地勢問題之上，山洞太狹小了，那幫猴子丟出來的石頭很難避開。如果是在寬闊的草原上，那結果必定大不相同，至少劍齒虎不可能這麼輕易的被獵殺，畢竟石頭這東西殺傷力終歸是有限的，所以地緣還是無法與劍齒虎比肩的。現如今地緣所在的區域，劍齒虎的數量正在不斷激增，這將會進一步的壓縮地緣們的生活空間，滅絕他們只是時間問題。的確，劍齒虎的生理優勢可不是單純的依靠着丟石頭就能抹平的。現如今的劍齒虎仍然佔據着絕對的優勢。天幕的畫面繼續開始快進，此時第一個投擲石頭的地緣已經隱隱成為了這群地雲們的首領，他似乎有着一種尋常的猿都不具備的號召力與領導力。他帶領着接近20只地緣踏出了山洞，這一次他們是真正的成群結隊的出現天幕畫面之中。正午時分依舊是太陽一天之中最為毒辣的時刻，20幾只地雲聚集在一起是一支十分龐大的群體，自然會引起其他生物的注意。只是此刻的他們幾乎都在用錯愕的目光打量着這群龐大的群體。對於其他生物而言，這並不是什麼好事情。在他們看來，這群猴子的危險性在此刻開始急劇上升，甚至有一些獨居的猛獸在看見地緣們的陣仗之後，都會短暫愣神片刻。地緣們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哪怕是趕路都需要小心翼翼。這就是同伴之間帶來的安全感。地緣們漸漸開始愛上了這種感覺。此行的目的是在山林之外，中途需要跨過一小片平原，全程大約有3000米左右。那裡有一片果林，裡面生長的地緣們愛吃的堅硬果子。現在正是結果期，首領從一棵樹根下撿起了一塊大小合適的石頭，神情有些興奮，隨即立馬揮舞着招呼自己的同伴們也找一些石頭帶。這玩意是他們保命的關鍵，只是可惜雙手有限，哪怕是用懷抱的方式也帶不了太多的石頭，但威慑一些來犯的掠食者應該是足夠。備好石頭後，地緣首領正準備離開，突然目光注意到了樹底處的一根1米長的樹枝，樹枝有手腕般粗細，應該是被某些棲息在樹上的動物壓斷。他盯着這根樹枝愣了神，緊接着他像是想到什麼一樣，彎腰將那根樹枝撿起，在其他地緣不解的目光之中，突然拿起來揮舞了一下，木棒子揮舞帶出呼嘯般的風聲，威力似乎不俗。地緣首領眼睛亮了起來，立即舉起木棒子和身後的同伴們分享着。比起石頭而言，木棒子的用處似乎更大一些，並且經過改造後的地緣不僅僅只是解鎖了投掷技能，更大的肩膀開合角度，更大的腰部扭轉力，讓他們能將一根木棒耍得如同鞭打一樣，威力更加巨大。地緣們不清楚這種變化從何而來，他們只知道這一次似乎又發現了新大陸。此時龍國直播間氣氛一片祥和，我好像從他們身上看見了我小時候影子。誰小時候在路上看見一根品相上好的木棍，能忍住不撿起來揮舞2下？大家從最開始看見地緣的絕望，到現如今還真覺得這群地緣們似乎有些與眾不同，但具體哪裡特殊也說不出來。畫面還在繼續，看着首領手上那根漂亮的大木棒，聽着那玩意揮舞起來的呼嘯風，其他地緣們也察覺到了這玩意的不凡之處。一些大聰明立馬開始環顧四周，找尋那些掉落在地上的樹枝、木棍。就這樣，一群猿猴一手提溜着大木棒，一手拿着拳頭大小的石頭，浩浩蕩蕩的出了山林，再一次的踏足平原。20幾只猿猴下山造成的動靜很大，立即便吸引了草原上四處轉悠的劍齒虎的注意。一下子起碼有3、4只發現了地緣們的蹤跡。高磅國的地面研究小組組長稍微坐直了身體，滿臉不屑。這一次在平原，看你們怎麼逃過劍齒虎的手掌。在寬闊的草原上，地雲們引以為傲的投擲技能幾乎廢了大半，他們還能不死？然而天幕畫面之中，劍齒虎們悄悄地跟着地緣一路觀察，直到看見地緣們到達目的地進了果林之後，仍然沒有選擇動手。高磅國的研究組長急得齜牙咧嘴，上啊，撲上去啊，用巨大的利爪拍碎那群猴子的頭骨。那只是一群弱小的猴子而已。然而此時有2只劍齒虎徹底失去了耐心，轉身爬起走向了其他地方。
因為他們發現更適合捕食的獵物——薩摩林鹿科生物。它有着2個香蕉狀的腳，四肢較長，體型也大，足夠讓短剑剑齒虎飽餐一頓。半個小時後，地猿們總算是吃飽喝足，帶着足夠的果實開始準備返程。由於一路走來都沒有遇到襲擊，這讓地猿們的警惕性放鬆了不少，隊伍開始有些散亂了起來。另外，劍齒虎等待的機會總算來了。2隻劍齒虎埋伏在果林的右側，他們分別盯上了不同的目標。其中一隻已經飢腸轆轆，迫不及待，根本不理會同伴的舉動，自顧自地率先衝了出去。另外一隻剑齒虎似乎更有耐心，但衝出去的剑齒虎已經暴露了他的位置，無奈只能跟着衝出。寬闊的草原上突然傳來了疾馳的奔跑之聲，這動靜瞬間吸引了地猿們的注意。一隻地猿沒反應過來，直接被撲倒，胸膛被利爪劃破，劇痛讓他發出慘叫。這一幕瞬間讓高棒國直播間內發出歡呼，高棒國的研究組長更是直接從座位上猛地站了起来。然而天幕畫面中一塊石頭急速冲來，直接砸在了那只剑齒虎的身上，剑齒虎的腦袋一歪躲了過去，下一刻更多的石塊朝着他丟了過來，他慌张地晃動腦袋直接跑開了。等劍齒虎一走，周圍的地猿們立即上前，將那只受傷的地猿拖到了人群之中。高棒国的研究組长看着这一幕，眼睛都瞪圆了，開什麼玩笑，只是一些石頭而已，怕什麼？直接咬死那只猴子叼着走就行了。他有些崩潰，劇本根本就不按照他所想的上演。劍齒虎不是號稱最強大的頂級掠食者嗎？為什麼膽子會這麼小啊？此刻那只劍齒虎就迅速逃離了現場，直到跑出幾十米後才堪堪停下腳步，圓溜溜的眼神之中都帶着驚恐。而剛剛發起襲擊的並非只有他一只，還有另外一只也被迫發動了襲擊，只是因為第一只劍齒虎打草驚人的關係，第二只沒有第一時間得手，他瞄準的目標正是走在最前方的地猿首領。由於有了警覺，地猿直接朝着撲來的劍齒虎丟出了手中的石頭，劍齒虎朝着旁邊躍了一步，躲開了石頭砸臉，緊接着再度2次撲了過去。地猿首領重新調整姿勢，雙手死死地握着手中那根大木棒子，猛地敲中撲來的劍齒虎的腦袋。劍齒虎的眼神都在這一瞬間清澈了許多，他很難想象面前這只猿猴為什麼會突然有了如此堅硬的攻擊武器。只見劍齒虎不斷地退後，而地猿首領不斷上前，像是要將這只劍齒虎徹底逼走。最終其他地猿朝着這裡靠了過來，這只短劍劍齒虎終於放棄了這次襲擊，迅速撤退遠離了猿猴群。危機已經退去，2只劍齒虎被趕跑，這還是地猿們第一次在草原上正面對抗劍齒虎的捕殺。雖然有一只猿猴因此受傷，但他們卻平安地從掠食者的口中活了下來。這種經歷對於整個族群來說都是里程碑式的巨大進步，這也意味着他們從今以後不再需要太過恐懼。從這一刻開始，地猿已經拿到了與劍齒虎競爭的入場券。天幕畫面之中，受傷的地猿疼得齜牙咧嘴，胸膛上一道血淋淋的傷痕十分瞩目。短劍劍齒虎的力量還是太大，那誇張的前肢肌肉與鋒利的利爪一巴掌下來，導致這只地猿的內臟都受到了一定的損傷。放在以前，一只地猿一旦遭遇這種程度的傷勢，那和死了基本上沒有任何區別。不過現在不同了，現如今的地猿們已經有了族群意識，一連串的危機與生存的需要讓他們明白，只有互相幫助才能活得更久。因此只要身邊有同伴的存在，這只受傷的地猿就不會有生命危險。在同伴的幫助下，受傷的地猿被帶着離去，浩浩蕩蕩20多支地猿隊伍開始踏上返程的路途。由於剛剛遭到的襲擊，這一刻地猿們顯得更加警惕，2只短劍劍齒虎的圍攻已經很難招架，而且現在這個時間點對於大多數生物來說，正是出來進食的好時機，同時也是掠食者橫行的好時機。草原上的生物漸漸多了起來，遠處甚至能看見成群結隊的鹿科生物在聚集，當然也有劍齒虎的蹤跡。在這段返程的途中，地猿的隊伍遭到了2次掠食者的覬覦，一次是另一批短劍劍齒虎，他們盯上了3只地猿，但被提前發現，地猿們率先丟出了石頭將其驅趕離開。還有一次是遊蕩在附近的巨獵狗群，這是櫻花國所觀測的生物，在這片地區同樣有其蹤跡數量也不少，大約20多只，但巨獵狗群也摸不清楚這些聚集起來的猴子究竟有什麼戰力。雙方碰面對峙了一會，互相吼叫了幾句後便紛紛退去。很顯然巨獵狗群也懂得柿子挑軟的捏的道理，畢竟大多數生物看見它們都會選擇逃竄或者表現出畏懼的神色，可這群猴子不同，他們還敢對着巨獵狗群發出吼叫。面對這樣的對手，巨獵狗群也一時不敢招惹。比起地猿而言，巨獵狗們更喜歡圍殺那些大型食草動物。此時地猿們行走至一片茂盛的叢林時，首領像是注意到了什麼一樣，忽然停止了下來，隨後目光看向了不遠處茂盛的灌木叢，灌木叢中發出細微的沙沙聲音，像是有東西藏在裡面一樣。地猿首領警惕了起來，他轉頭看了看同伴們，之前的消耗，同伴的手上已經沒有石頭。此時地猿首領環顧了一下腳底，發現了有一灘明顯的血跡一路延伸到了灌木叢中。地猿不明白這代表着什麼，於是他找了一顆較大的乾殼土塊，朝着那灌木叢中丟了過去。下一刻，一道龐大的身軀猛地從灌木叢中跳躍了出來，熟悉的花紋，巨大的體型，鋒利的獠牙，一瞬間所有地猿們眼神都变了，毛髮隨之挺立了起來。從灌木叢中跳出來的是一只短劍劍齒虎，是地猿群剛剛踏上草原就盯上地猿的4只剑齒虎之一，只是後來他沒有了耐心，轉身離去追捕更好抓捕的薩摩林犬。此刻這只短剑剑齒虎的表情十分凶猛，嘴角一圈都是明晃晃的血跡，齒間甚至還掛着碎肉，很顯然他刚剛是在进食，只是进食的過程被打斷了，這也導致了短剑剑齒虎的憤怒。但現在不過，剑齒虎不想要放棄灌木叢中的食物，他才吃了1/4不到，所以不想放棄，於是他微微向前一步，身形弓起，並且發出凶猛的吼叫，想要借此來嚇退這群膽小的猴子。以往這種辦法是很有效的，在這片草原上沒有什麼生物敢
反硬剛劍齒虎，哪怕是那群群居的巨獵狗群也是如此。但如今的地缘们短短时间內已經經歷了許多次來自劍齒虎的威脅，所以他們非但沒有退卻，甚至同樣張開了大嘴朝着劍齒虎發出吼叫。20幾隻地緣同時大吼，甚至有些地緣還開始揮舞起了手中的大木棒子。這一幕的確給這隻短劍劍齒虎給整不會了，他又試探性的吼了一聲，下一刻地緣們的吼叫更加大聲，將他的聲音徹底蓋了下去。劍齒虎整個身軀都不由得退後了一步，他不捨得看了一眼灌木叢，轉身迅速離去。看着天幕上的這一幕，高磅國的觀眾們真的有些接受不了了。開什麼玩笑？這群猴子到底是什麼情況？我們的劍齒虎為什麼膽子都突然變得那麼小了？之前被趕跑就算了，現在還要被這群猴子搶了食物，這是恥辱！天哪，我們的文明觀測者到底在做些什麼？劍齒虎這麼強大的一個種族，怎麼現在會被一群猴子逼得退去？天幕畫面之中，隨着劍齒虎轉身離去之後，在場的地緣們這才鬆了一口氣。地緣首領走上前去，伸手扒開灌木叢，只見一具被啃食了部分的薩摩林的屍體，此刻就靜靜地躺在灌木叢中。這是一種大型的食草動物，平均體長超過4米，肩高都超過了2米，體型甚至比劍齒虎還要大一些。地緣首領興奮不已，立即發咕咕的叫聲，呼喚同伴們靠近。兩個地緣一前一後將這頭薩摩林直接扛了起來。這頭薩摩林足夠他們吃上2天了。帶着從果林之中採摘的果實，扛着撿來的肉食，一群地緣們高高興興地離開了此地。劍齒虎數量的激增導致這片地區掠食者的競爭逐漸變得越發殘酷，大量劍齒虎聚集所帶來的連鎖反應已經開始顯現了。地球凹暗的時間線在不斷加速，這片大陸上的競爭也隨着時間的演變開始越發的慘。大陸的天空之上，體型巨大的阿根廷巨鷹仍然霸佔着天空，他們是漂亮國的文明觀測者大衛所觀測的物種，絕對的天空霸主。那雙巨大的翅膀光是展開就足足有6米那麼巨大，最高飛行時速甚至達到了70千米每小時。這樣的空中猛獸一旦從高空中俯衝而下，對於地面上大多數生物而言，那都是絕對無法抵禦的襲擊。而更要命的是，由於阿根廷巨鷹的體型實在是太大，也因此它幾乎沒有任何天敌。對於漂亮國的人而言，這絕對是當前版本最有可能成為統治世界的霸主之一。它的一切數值都具有這種潛力。地球online最終評定因素中有3大標準：第一，版本結算之時被觀測物種是否還存在；第二，在版本結算之時被觀測物種族群數量的大小；第三，在版本結算之時被觀測物種的生活環境多大。3大評定標準是排名的重要因素。可漂亮國的觀眾們逐漸發現，這幫巨鷹們雖然十分強大，沒有天敵，但的繁衍速度卻很慢。常規生物幾乎每到一個溫度適宜的季節便會開始發情然後交配，可阿根廷巨鷹幾乎2年才會生育一次。因此漂亮國那邊已經開始思考動用干涉的機會，想要主動改變這一現狀。隨着時間不斷的快進，地球凹暗之中進入了新一年的春季，而短劍劍齒虎的數量已經達到了恐怖的上千只。如此大量的頂級掠食者聚集在一片區域內，已經導致了大量生物外逃，甚至有一些弱小的物種直接被短劍劍齒虎獵殺到滅絕的地步。這種環境之下，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地緣的生存。那些劍齒虎們甚至已經進駐了山林，地緣們外出覓食的風險增加了許多。隨着交配的季節到來，大量聚集的短劍劍齒虎為了爭奪雌性劍齒虎大打出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自己的基因有更大可能性傳遞下去。天幕外高磅國的觀眾們看着這一幕，心都揪了起來，每一只可都是他們的心頭肉啊！畫面中的戰況十分慘烈，取得優勢的雄性劍齒虎甚至還沒來得及發出勝利的吼叫，立馬就被圍繞上來的其他雄性劍齒虎撲了過來。此時在一只倒地劍齒虎的身後不遠處，有一小群鬼鬼祟祟的身影正悄悄摸了過來，正是出來覓食的地緣們。他們很小心，每一只手裡都拿着木棍與石頭，目光緊盯着不遠處還在互相拼殺的劍齒虎。倒在地上的劍齒虎已經奄奄一息了，他虛弱的抬頭，一根大木棒子迅速佔領了所有視線。下一刻，好幾只地緣圍繞了上來，立馬扛起劍齒虎的屍體往回跑。整個高磅國直播間內徹底炸鍋，那幫膽小如鼠的家伙不敢正面招惹強大的劍齒虎，竟然耍這種不要臉的陰招。高磅國的觀眾們真的無法忍受這一幕。本來高磅國動用了主動干涉的機會，就是想要將大量劍齒虎聚集起來滅了那幫猴子，結果到現在劍齒虎是聚集起來了，可還沒對那幫猴子動手呢，劍齒虎自己就互相拼殺了起來。拼就拼嘛，無論怎麼說也是內部矛盾，哪怕存在失敗者他們還算能接受。可是這群地緣們竟然趁着剑齒虎內部火拼的時候悄悄靠近，撿了這麼一個大便宜。此時高磅國的地球專項研究小組內，研究組組長一拳砸在桌子上，交配季節雄性生物發生爭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可現如今劍齒虎之間的爭鬥很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正常爭鬥的範疇。再這樣下去，別說圍剿區域內的地緣或者是其他生物，劍齒虎自己就能給自己鬥到元氣大傷。我們對於劍齒虎的了解終究還是太少了。高磅國研究組長的話語讓整個研究院陷入了沉默。一次主動干涉的機會，結果卻導致了如此嚴重的後果，這一點是大多數人沒有想到的。現在我們還有辦法補救嗎？想要徹底解決，除非再一次動用干涉的機會將一切恢復原狀。可如此一來，我們所做的一切就都成為了無用功。研究組長看向天幕，話語之中透着濃濃的無力感。有時候他真的覺得將一整個國家的命運交給一個隨機選出來的人選是否太過兒戲，只能看金泰勳是否能夠意識到現如今的嚴峻情況。天幕還在繼續。對於地緣而言，這場劍齒虎的內戰仿佛給他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一樣，因為
為他們發現那些以前兇猛至極的猛獸們現在似乎不想管自己，都忙着互相爭鬥繁衍。而那頭被带回去的短剑剑齿虎是他們近幾個月來吃到的第一頓新鮮肉食，这種滋味比起那些已經有些發臭的腐肉而言好吃了無數倍。地緣簡直是愛不釋手。這天地緣們如同往常一樣準備繼續出門尋找食物，無意間遇到了一頭受傷的短劍劍齒虎趴在湖邊飲水。這頭劍齒虎的身上幾道猙獰的疤痕無比顯眼，疤痕處的鮮血已經變黑，很顯然他是繁育戰爭之中的失敗者。此刻看見落單的劍齒虎，地緣們也敢壯着膽子上前圍殺。那只劍齒虎真的沒有什麼反抗的能力，只能絕望地看着幾十隻猴子隔着10-20米的死亡距離向他發起攻擊。直到這一刻，這只昔日的頂級掠食者才真正的感受到絕望的滋味，就這麼活活的被打死在湖邊。直到確認徹底沒了動靜之後，地緣首領才上前用大木棒子戳了戳這只短劍劍齒虎的腦袋。地緣首領發出興奮的吼叫，其餘的地緣迅速湊了上來，圍繞着這只劍齒虎的屍體，舉起手中的大木棒子歡呼了起來。這似乎是某種表達開心的動作，因為他們獵殺了一頭劍齒虎，有的地緣甚至已經開始吞咽唾沫。在地緣首領的號召下，一眾地雲將其扛回了山洞。日落西山，橘黃色的光將他們的影子拉長，浩蕩的隊伍沿着小道進入了山林，直至徹底消失不見。天幕虛擬空間內，林默的筆在記錄本上停止了下來，深吸一口氣，眼神帶着些許感慨。他默默地注視着那些地緣一步一步從膽小到勇敢。隨着第一次的撿漏和第二次的圍獵，地緣們的膽子也是越來越大了起來。他們很少再去尋找那些堅硬的野果，出去覓食的時候，竟然開始主動朝着劍齒虎的棲息地靠了過去。有時候能夠看見，在兩頭劍齒虎對拼的時候，一群地緣們就躲在不遠處等待這些猛獸拼殺後的結果。從這一點上也體現出了獨屬於地緣的強大適應能力，其核心關鍵便在於地緣們的不斷發育的大腦。虛擬空間內，林默正饒有興趣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關注着地緣們。或許是經驗越來越豐富的原因，地緣們變得更加熟練。林默的欣慰同時也在思索有關於地緣的下一步進化路線。地緣們已經開始建立起模糊的社會關係，有了足夠強大的適應能力，且解鎖了投擲技能，有了一定的思維能力，但這些基礎只能讓地緣有了繁衍下去的資本。想要坐上世界的霸主的寶座，仍然還差一些關鍵要素，比如工具的使用。林默思如泉湧，但就在這時候，一只大手猛地拍在了他的桌面。只見此刻的金泰勳正一臉怒氣地站在面前。龍國人，你們是不是太過分了？林默笑着從座位上站起身來，居高臨下地望着金泰勳。怎麼急眼了？要跟我練練？金泰勳從一開始還沒注意，眼前這家伙身形還有一點魁梧，自己僅僅只是一個普通人，體型小了一圈的情況下，還真不一定幹得過眼前這家伙。更何況這裡是在地球 online 的虛擬空間之中，文明觀測員之間爆發肉體衝突是明令禁止的。金泰勳咬着牙想要找回點場子，硬着頭皮說道：“還不是因為你們龍國觀測的那群猴子，難道只會躲躲藏藏的嗎？有本事就來正面對碰啊，搞偷襲算什麼本事？”林默被氣笑了，他指了指腦子，出去之後建議你去看一看這個，真當玩遊戲呢，還跟你講規則，這是生存，為了活下去，無論什麼手段都不為過，更何況你還對着一群猛獸講規則。林默搖了搖頭，重新坐回位置上，沒啥事兒，你可以回去了。站在這裡除了凸顯你的無能與自卑外，根本就沒什麼作用。下次再來建議你帶個紅鼻子，符合你的氣質。金泰勳覺得自己內心的火山真的要爆發，可轉頭一看，其他國家的文明觀測者都將目光投向了這裡，一個又一個的眼神之中都帶着幾分嘲弄，似乎真的如同林默所說，站在這裡宛如一個小丑。好，林默你等着，只靠着投機取巧根本算不得什麼。猴子終究只是猴子，總有一天劍齒虎會讓那群猴子後悔這段時間的所作所為。金泰勳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天幕畫面之中大量的劍齒虎因為繁衍而爆發衝突所導致的死亡數量在不斷增長，他深吸一口氣，不能讓事態再這麼發展下去。金泰勳再一次的選擇了主動干預，並且同步選擇了場外援助。於是金泰勳再度與高棒國的地球 online 研究組取得了聯繫。金英俊組長能聽見嗎？我是金泰勳，現在我們該怎麼辦？不能再讓劍齒虎這樣內戰下去。金英俊神情略微鬆了一口氣，幸好你能選擇場外援助。現如今的局面我們大家都看在眼裡，這的確是我們太過草率的原因。研究所這邊也仔細商量探討過一番，想要解決目前的局面，可能只剩下一個辦法，那就是不能再讓劍齒虎大規模的聚集了。金英俊組長，如果這樣做了，那我們豈不是平白無故浪費了2次主動干預的機會？什麼沒撈着不說，反倒還死了不少劍齒虎。更重要的是，那群地緣們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你應該也看見了吧？那幫猴子現如今的膽子越來越大，他們竟然敢伏擊劍齒虎。突然金泰勳像是想到了什麼，金組長，我們或許可以折中一下。我現在還剩下2次主動干預的機會，我想不如先想辦法將那群地緣滅了，然後再讓一切恢復原狀。反正剑齒虎足夠強大，後期哪怕沒有了主動干涉的機會，我想最終的排名也不會低。金英俊聞言搖了搖頭，很難做到，要滅地緣至少也得等交配期過，可這段時間不知道還會死多少。劍齒虎我們已經付出了很大代價，不僅僅是內戰的損失，還有劍齒虎大規模遷移帶來的損失，這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劍齒虎的繁育能力本就不強，光是目前的狀況，想要恢復元氣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再拖下去我們撐不起。那如果我們針對交配期進行干預呢？我觀察了那群猴子，發現在這個大量生物都進入交配期的季節中，唯獨那群猴子似乎不受影響，所以我們能否參考一下那群猴子一樣將發情期隱藏？車太賢覺得自己找到了問題的本質。現如今劍齒虎們之所以會展開大規模的對抗衝突，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因為發情期的到來。那如果能對雌性剑齒虎的發情期做干預的話，是否就能有效地遏制住雄性剑齒虎的爭
爭鬥呢？金英俊經過認真思考了一陣後，仍然搖了搖頭。我覺得不妥。首先，你能確保地緣一定會被滅絕嗎？那幫猴子現在變得更加狡猾了，這與龍國的文明觀測者脫不了干係。那家伙沒有我們想的那麼簡單，他不會坐視不管的。其次，你所提出的針對發情期進行干預，發情期的存在太過重要，這是物種繁衍的鐵律。如果我們將發情期隱藏，很有可能導致的後果便是雌性不再釋放交配信號，沒有刺激來源，雄性也不會產生繁衍的衝動。這樣的結果便是交配完全憑借運氣，對於整個族群而言，那都將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聽完金英俊的解釋後，金泰勳就更加不解了。如果事情真的按照您所說的那樣，那麼那群猴子是怎麼回事？金英俊搖了摇頭，不太理解。我們無法知道林默究竟對地緣做了什麼改動。不過在我看來，這或許是改動的副作用，指不定林默的操作導致了地緣無法產生過高的激素水平呢。畢竟他動的可是地緣最為核心的身體數據，帶來什麼後果都有可能。說不定根本就不需要我們來針對地緣，因為失去了發情期的原因，要不了多久，他們自己就會因為繁育困難而自我滅絕。既然如此，我們幹嘛還要在地緣身上浪費時間？金英俊的一番話也徹底點醒了金泰勳，哈哈！而且我敢肯定，林默那家伙並沒有發現這個 bug， 那混蛋現在還有心思看我們劍齒虎的笑話，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造就了一個多大的坑。這麼一想，金泰勳的心裡更加平衡了許多。他轉頭看向林默的方向，笑吧笑吧，你就繼續笑吧。等你發現問題之後，看你還笑得出來嗎？繁衍問題是大問題，無法繁衍的生物1到2代就能直接滅絕，也就幾十年的時間。等到你發現地緣族群許久都沒有新生命誕生的時候，一切就都晚了。金泰勳心中暢快了不少，也不再糾結了。現如今止損最為重要。而另一邊，林默可沒心思盯着金泰勳看，此刻的他正在對地緣的下一步進行規劃。至於繁衍問題，林默從來都不擔心。金英俊等人的猜測其實對了一半。地緣們自從學會了直立行走之後，改变了太多的東西。因為直立行走，所以生育变得困難，這也導致了雌性猿猴必須要綁定雄性猿猴才能生存。家庭概念開始萌芽，可光靠着繁育後代不足以將雄性徹底綁定在雌性身邊。因此，在演化過程之中，雌性的基因自然選擇了一套更加高效的方式，那就是解除發情期的限制，弱化發情期帶來的高激素水平，隱藏發情期的明顯特徵。事實上，從這一點開始，地緣已經慢慢在向着人轉變了。母猿並非是不會發情，而是如同人類一般，在排卵期來臨的時候會有明顯的慾望提升。地緣們不再需要發情期這個可繁衍狀態的提示音，甚至連母猿自己也不知道具體的發情時間。在這種情況之下，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是繁育的關鍵時刻，所以雄性想要留下更多的後代，就不能如同其他生物那般等待發情期的窗口期，而是長期駐紮在母猿的身邊就硬守着。這種現象也讓家庭概念變得更加牢固，並且劍齒虎有着明顯繁育窗口期的生物。在窗口期到來之際，幾乎所有雄性都被迫上來爭夺，而地緣由於隱藏了窗口期的原因，雄性之間的競爭力直線下降，不用為了爭奪配偶而拼得你死我活，反而促進了地緣之間和平的內部環境。這種隱藏發情期的自然進化，將原本暴力的競爭轉化成為了穩定和平的關係綁定，因此家庭的概念變得牢不可破。這一切都是基因為直立行走而帶來的生育危機被迫演化出來的。金英俊永遠都不會想到這一點，因為他從來都不會相信一群低等生物之間會誕生獨屬於人類的家庭概念。一切的一切本質上還是那個正在不斷發育的大腦。毫不誇張地說，現如今的地緣大腦雖然還是十分弱小，但對比同時期的所有生物而言都有了斷崖式的領先。正是這份超越了同時代所有生物的大腦，讓地緣們產生了簡單的思考能力。因為會思考，所以地緣能認識到自己在做什麼以及為什麼這樣。哪怕劍齒虎也能隱藏發情期的信號，但雄性劍齒虎也不會產生家庭的概念，因為他們的大腦不足以支撐這種認知的誕生。他們只會覺得那僅僅是同類，不會傷害自己的同類，照顧幫助支流幾乎不會存在，甚至就連對待食物都會出現爭搶行為。強大的吃飽了，弱小的才有資格吃。現如今高棒國這邊已經做出了第2次主動干涉的決定，短劍劍齒虎的大腦之中已經被植入了一種人為的主觀思想，導致了大量的短劍剑齒虎都會被迫的去尋找他們潛意識中最為舒適的環境，而這種環境則是由高棒國的文明觀測者來定義，這也是高棒國將劍齒虎聚集起來的核心邏輯。但現如今這套邏輯出現了錯誤，既然想要改正，那就只能將這種被植入的潛意識概念抹除。於是新的問題來了，將潛意識的概念抹除之後，對於短劍劍齒虎而言，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會回歸本能，而對於大多數生物而言，他們的記憶模塊並不完整，因此想要讓那些已經離開了原本栖息地的剑齒虎回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人為的干預被解除后，短劍剑齒虎們不會察覺到自己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跋山涉水的來到一片新的地。但既然來都來了，與其繼續花費巨大力氣回歸故土，不如直接在當地棲息。更何況他們甚至不一定記得自己從什麼地方而來。而短劍剑齒虎是這片陸地上最強大的頂級掠食者之一，這也代表着這片大陸上的大多數生態環境他們都能適應。從整個地圖分布來看，原本的短劍剑齒虎分布在整個大陸之上，只要有大量生物存在的地方都有他們的蹤跡。但隨着高棒國的騷操作後，短劍剑齒虎們離開了故土，紛紛朝着地緣們所在的南方區域靠近。這場遷移持續了接近半年左右的時間，在這漫長的時間之中，大多數短劍劍齒虎都已經來到了南部地區，有些甚至距離地緣棲息的地方已經不遠了。這些剑齒虎很少會再度回到北方。地圖上短劍剑齒虎的分布也呈現出了大量集中在大陸南方的現狀。此時天幕的時間在不斷加速，剑齒虎們新的改变也隨着時間跨度的拉長而越
越來越清晰。果不其然，大多數短剑剑齒虎都選擇留在了原地，不再前進也不會後退，只有極少數回到了北方。這點數量對於整個劍齒虎族群而言不算什麼，而地緣所在區域內的短劍劍齒虎的數量也有了明顯的下降。發情期的戰爭早就已經結束，長達1個月的時間裡，短劍劍齒虎的總體損失達到了300多隻，他們大多數都是在爭鬥之中的失敗者，受了傷離開了族群，傷勢惡化而死，剩下的700多隻也因為食物問題離開了不少。最終這片區域內殘留下來的短劍劍齒虎數量維持在了200-300隻左右，分成好幾個數量不同的族群，成為了這片地區當之無愧的絕對王者。短劍剑齒虎的舉動很快便被林默察覺，作為文明觀測者，他能夠清晰地看見整個大陸格局的变化。從短剑劍齒虎的異常舉動來看，他明白高蚌國一定做了什麼。不過這也讓楊晨的想法發生了轉變，如果劍齒虎的數量仍然在不斷增长的话，而地缘们也沒有主動遷移的話，那我不得不再進行一次主動干預，強行拔高地緣們的進化速度，以此來抗衡逐漸惡劣的生態環境。大量的短劍劍齒虎的確能威脅到現如今還很弱小的地緣。不過既然高蚌國那邊先扛不住做出改變來，那林默自然不會再多此一舉。有關地緣們進化的步驟他已經想好了，按部就班來的話，足夠在這個版本讓地緣坐上世界霸主的位置。既然外部危險降低了許多，那林默自然不會拔毛助長。下一次的主動干預還需要一個契機，一個地緣們自己創造出來的契機。快的話可能幾百年，慢的話可能幾千年上萬年也說不定。但這個版本的時間線處於新競技時期，距離新競技結束還有100多萬年的時間，如此漫長的時間完全足夠，他有足夠的耐心等待那個契機的到來。天幕畫面之中，仿佛一切都已經回歸了正軌。生活在山洞之中的地緣們逐漸發現，外面那些長着尖銳獠牙的天敵們已經很少發生內部衝突，之前那一套偷襲打法已經漸漸不太夠用。短劍劍齒虎不再大規模內鬥，地緣們撿便宜的機會變少了許多，甚至因為短劍劍齒虎的數量控制在200-300隻的程度，地緣們的生存壓力反倒大了許多。現如今的短劍劍齒虎們已經逐漸開始習慣群居生活，幾個族群互有衝突，互相占地為王，將整片區域劃分為數塊領地，這就像是自然的抉擇，讓生態最大可能的歸於平衡。於是新的生存法則應運而生，這是一條由短劍劍齒虎為主要構建出來的生存法則。在這片區域內，短劍劍齒虎成為了絕對的霸主生態的頂點，這片區域內的所有動物都成為了短劍劍齒虎的口糧。雖然比起曾經畸形的上千只短劍劍齒虎聚集要好了很多，但壓力同樣不小。在這片區域內生活的大多數物種死亡率直線提升，為了躲避這些兇猛的短劍劍齒虎，在這裡生存的動物們逐漸學會了各種躲避的辦法，可數量仍然在不斷減少。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這裡的大多數生物都會因為掠食者過於兇猛而走向滅亡的道路，但絕對不是現在。至少在現階段，這片區域成為了短劍劍齒虎的樂園，其他的大多數生物僅僅只是在苟延殘喘的活着。而對於地緣們來說，最直觀的體現便是肉食的大量減少，外出的危險性成倍增加。在這樣的高壓之下，漸漸的地緣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生存方式，吃肉的習慣已經被刻進了骨子裡，想要放棄那不可能。幸好在之前，地緣們學會了如何合作狩獵，儘管成功率還很低，但至少他們有了新的出路。逐漸的，他們開始對一些中大型生物下手，那些跑得快的追不上，那就偷襲，趁着獵物喝水進食的時候圍獵，有時候能成功，有時候空手而歸。無論成功與否，這都像是經驗的積累。於是地緣們越來越熟練，用石頭砸，用棒子敲，用數量堆，面對猛獸來臨就跑，看到別的物種吃不下的食物就撿，遇見落單的短劍剑齒虎甚至也敢上去比劃2下。他們逐漸活成了這片土地上的拾荒者、狩獵者以及逃命者。在地球 Online 這場血淋淋的生存遊戲之中，不存在任何尊嚴可言，地緣們是無可置疑的弱者，但為了活下去這一終極目標，地緣們付出了所有，傾盡了一切。他們的食物從野果到樹根到腐肉到補水到肉食，有什麼吃什麼，一切的一切只為了奪取更多的營養，奪取更多的能量，以此來養活自己，發展自己。比起曾經只會吃野果的他們來說，現如今的營養來源更加豐富，於是他們有了盈餘的能量，一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外掛開始逐漸變大。這似乎是地緣們基因之中的底層邏輯。在別的生物還在用富裕的營養來生長肌肉、增加力量、點亮敏捷等技能之時，地緣們的基因選擇了一條前所未有的全新道路。他們捨棄了一切，肌肉夠用就行，速度能跑就行，體型差不多就好，這些統統都不重要。地緣們要將一切都賭在那個在前期幾乎沒有任何作用的名為大腦器官之上，這是一場豪賭。大腦的發育是極為消耗能量的，並且在前期幾乎沒有任何回報，它不會讓地緣擁有匹敌劍齒虎的力量，追得上牛馬的速度。它就像是一個無底洞一樣，什麼都不說，自顧自地拿走地緣們大量的能量。其他的生物都頂着外界的巨大壓力，在進化的道路中加強了自身，提高了保命能力，唯有地缘看起來根本就沒有什麼變化，他們仿佛還是那麼弱小，更別想讓那個吞了自己大量能量的大腦能在現階段提供什麼保命的道路。他們只能扛着，只能硬頂着那些劍齒虎們的巨大壓力。如果能頂住那就頂，如果頂不住那就死。所幸的猿們似乎頂住了，他們用盡一切的辦法活了下來，儘管活得十分卑微，但他們仍然在發展，仍然在進化。直到某一天，一只猿猴在母猿的哀嚎之下降生，它看起來沒有多少特別之處，它僅僅只是比自己的父母聰明了一些。可它的父母經過了多代的演化，大腦較之曾經的地猿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大，而新降生的猿猴大腦比父母還要更大了一點。就是這一點讓這只猿猴跨過了一個界限，它的大腦容量超過了600毫升。從林默前世的普遍觀點來看，大腦容量600毫升是個標準，一旦超過這個界限，它便能被称之為人。從最開始地猿的400毫升左右的大腦容量，到現如今大腦容量突破600毫升，這其中始祖的猿其實已經經歷了多代的進化。
只是這種進化歷程因為林默的主動干預而縮短了大部分的時間。進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一代接着一代不斷優化基因的結果。從地猿在樹上只能偶爾佔領到學會直立行走，經歷了許多代，再到林默主動干預，點亮了投擲技能後，便開始大幅度的縮短進化時間了。按照自然規律，地猿們要點亮投擲技能至少需要幾十萬年的演化，但這一切都被林默完美的省略。於是地猿們有了能力能獲取更多的食物，也因此具備了进一步進化的條件。就像科技大爆炸一樣，有些時候只要條件滿足了，結果自然而然便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出现。其實按照常理來說，現如今的地猿們已經不能叫做地猿了。從地猿學會直立行走以及點亮投擲技能之後的階段，按照林默前世的学術命名，應該叫做南方古猿。只不過這裡是地球 Online， 地猿是林默所觀測的物種，因此即使發生了進化，仍然屬於地猿。在這個版本之中，猿以及地猿的衍生都會與龍國綁定，因此為了方便統稱始祖的猿，新生的地猿比之他的同伴們而言顯得更加聰明一些。這種特殊性從小時候開始便已經體現了出來。他父母靠肢體與行動傳授的大多數生存技巧，他都能很快掌握，甚至有時候還會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舉动，那就是支配其他猿猴。在圍剿獵物的時候，他能洞察到包圍圈裡哪裡最為薄弱，然後主動示意其他的猿猴攻擊薄弱點。在被猛獸追趕之際，他能示意猿猴分头跑路，以此迷惑追捕者。甚至在分配食物的時候，他也能较为公平地保證每一只猿猴都能得到食物。这一切都在述說着這位新生猿猴的不凡之處。漸漸的，隨着不斷的長大，這只猿猴逐漸取得了更多猿猴的信任，然後他成為了全新的地猿首領。現如今，距離劍齒虎統治這片區域已經過去了很長一段時間了。因為短劍齒虎的威脅，地猿的族群並沒有擴大多少，從原來的幾十只到現如今的100-200只，但他們在這片區域的存在感卻很低。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埋着腦袋，只為了不引起大型掠食者的注意。除開必須要去尋找食物的隊伍之外，大多數的人一輩子都不會走出那片山林，而是躲在山洞內直到死去。至於這片區域內的短劍齒虎，他們的數量卻怎麼也無法增長起來，仍然是200多只左右。雖然他們是這片區域的王，可這裡的大多數生物都在短劍齒虎的捕殺之下卻越來越少。食物的稀缺導致了這片區域內的短劍齒虎很難壯大，這片區域的生態無法容納更多的頂級掠食者。不僅僅劍齒虎無法壯大，大多數生物的數量也在銳減，逐漸走向滅亡。唯有地猿靠着膽大心細相互合作，以及什麼都吃完全不挑食的極限生存模式，悄摸摸地發展到了上百只猿猴。天幕的畫面還在繼續，新的地猿首領出現後，地猿們行動能力更上了一個台階。一個好的首領能夠大幅度地增加整個族群的生存幾率，這點在新首領出現後帶領的幾次狩獵之中已經很好地體現了出來。正午時分，又到了出去尋找食物的時間。在新首領的帶領下，地猿們覓食的隊伍從曾經的20來只隊員擴大到了40-50只。因為新首領有更大的能力保證更多猿猴的安全，所以隊伍擴張了40-50只猿猴，每一只手裡都拿着大木棒與投擲的石頭。這樣的隊伍光是氣勢便已經足夠強大。現在的地猿已經不再將野果當作第一目標，他們的行動更多是針對小型哺乳動物亦或者受傷落單的中大型動物。異性猿猴從山洞出發，遊蕩在山林之間。自從短劍劍齒虎成為了這片區域的王者後，許多動物被迫進入山林。畢竟劍齒虎不會爬樹，它們雖然名字裡有虎，但實際上與人們認識的老虎之流有很大的不同。劍齒虎是貓科，但卻是貓科分支的。劍齒虎亞科某些方面更像獅子，不會爬樹，這也讓地猿們經常能夠在山林之中找到食物。漸漸的，山林成為了地猿們主要活動範圍。山林外的草原上，地猿們除非必要很少會去，因為那裡有着好幾個劍齒虎族群在徘徊。如同往常一般，在山林逛了一圈後沒有找到食物，這是很正常的事情。進入山林的動物們都會變得狡猾，借助大量的樹木能有效地阻攔追擊者的步伐。想要找到吃的就得耐心一些，多找幾遍。捕獵本身就是靠着運氣吃飯。不過新首領顯然不太想繼續在山林裡浪費時間了。站在山林的邊緣，他用手掌擋住陽光，朝着前方平整的草原望去。山林裡或許會安全一些，但食物有限，並且食物的體積也有限，而草原上遼闊寬廣，存在着大型動物的身影，容易找到食物，同時也容易遇到危險。首領看了一眼身後，跟着自己的同伴們做出了決定，毅然決然地踏上了草原。危險伴隨着更大的收益，族群不能沒有食物。危險伴隨着更大的收益，族群不能沒有食物。出於對新首領的信任，地猿們緊隨其後踏上了草原這片遼闊的地域。每一只地猿都充滿了信心，而上天似乎也會眷顧勇者。踏上草原後，地猿們的運氣好了許多。遠遠的，他們便注意到了前方的動靜。這附近不是短劍劍齒虎的地盤，而是另一個群居生物的地盤——巨獵狗。這群體型巨大的群居生物是短劍劍齒虎也不會輕易招惹的存在。畢竟巨獵狗群的數量不比短劍劍齒虎少，雙方拼起來，巨獵狗群或許拼不過，但劍齒虎也一定不好受。所以在沒有必要衝突的時候，雙方都不會進入對方的地盤。而此刻，這群巨獵狗們似乎捕食了一頭大型動物孔象，那似乎是一只沒跟上象群遷移的未成年孔象。但即使是未成年，體型也達到了5米長的程度，被巨獵狗群盯上後圍攻致死。此刻，巨獵狗群正在歡快地享用着屬於他們的戰利品，渾然沒有發現不遠處一群猴子已經悄悄摸了過來。地猿新首領的目標很明確，為了安全，他們不會與這群巨獵狗廝殺，所以他們要將地上已經被啃食了一半的未成年孔象偷走。為此，地猿們甚至在新首領的帶領之下採取了最為粗淺的戰術。一部分地猿們負責吸引巨獵狗群的注意，並與之對峙，
另一部分地緣们趁着這個短暫的機會直奔地上的孔項屍體。這套戰術地緣們已經用了好幾次了，彼此之間已經有了一定的默契。在新首領的帶領下，一部分的人抄起大木棒子就朝着巨獵狗群靠近，然後舉起手中的石頭瞄準目標。櫻花國專屬直播間內，櫻花國的觀眾們正津津有味地看着天幕中的畫面，因為就在剛剛，他們的文明觀測者所觀測的物種巨獵狗群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團隊獵殺，為整個族群捕食下了一頭體型巨大的未成年孔象。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這片區域內的生態環境因為短劍劍齒虎的肆虐越來越惡劣，這也間接導致了同樣作為捕食者的巨獵狗群的生存越發困難，因為食物已經不多了，而且這片區域內的大多數獵物都會落入短劍劍齒虎的口中。儘管短劍劍齒虎不會將目標放在巨獵狗群身上，但間接影響也是十分恐怖的。這群巨獵狗群已經接連2天沒有找到食物了，而它們也無法像地緣那樣沒有肉食還能靠着野果飽腹。沒有獵物對於純食肉性質的巨獵狗群而言，那簡直就是滅頂之災。巨獵狗群不僅僅只有這片區域有，在大陸上的其他地區同樣有着它們的蹤跡，但總體數量比起短劍劍齒虎而言就少了太多。因此任何一部分損失都是櫻花國人無法接受。不過幸好今天的巨獵狗群運氣足夠好，他們發現了一群正在大規模遷移的孔象群。孔象群只是路過這片區域，目的是為了尋找更加充足的水源，而這便給了巨獵狗群一個機會。衝擊孔象群這種事情無異於找死，那幫家伙的體型太過龐大，能直接踩死巨獵狗，所以獵手的本能讓他們尋找到了孔象群的薄弱，一直走在象群末尾的未成年孔象，它的體型比之其他孔象足足小了2圈，且或許因為腿短的原因，漸漸有些跟不上象群部隊，而象群部隊也不會因為一只孔象放慢前行的速度。生物界的本質就是這樣的，群居不代表團結，個體之間很少會有幫助一說，要麼跟上大部隊的步伐，